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Demo 去中心化周末，让你今天不白过。本期视频呢，我将详解马斯克收购推特对我们对 Web3 产生的巨大影响，并且在视频的后半段，我也将向大家介绍我们可以因此把握的宏观早期投资机会与标的，或将蕴藏巨大中长期投资收益。那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我在昨天就想着录一期视频跟大家说的，但无奈 Stocknet 的交互耽误了我一些时间啊。回归到主题啊，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件事情呢，其实这两天一直在发酵。一开始马斯克是发了这个视频，拿了一个水槽，然后入驻了推特总部大楼。过了一天之后呢，马斯克又发了一篇推文说 The bird is freed。很多朋友不太理解为什么马斯克要背一个水槽到推特大楼啊，其实这个就是马斯克玩的一个梗啊，也是美国的一句俚语 Let that thinking， 翻译成中文比较口头化的意思就是你品你细品，通常表示某件事情背后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或者改变。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件事情呢，确确实实啊，就是你品你细品，它背后蕴藏了很多的机会以及行业的变革。那再加上币安也是参与了此次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融资啊，币安的 CEO CZ 赵长鹏也是在推特上与马斯克热烈的互动，再加上马斯克本人也是比特币的拥护以及投资者，那我们由此可见，推特之后势必会对我们对 Crypto 整个行业更加的友好。那我个人认为，这或将是 Web3 的一个 milestone， 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。借由马斯克的影响力和推特的传播效应，这或许将吸引更多 Web2 的互联网巨头参与到 Web3 的建设以及 Web3 的一个变革。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，作为早期的参与者或者投资者，那我们其实是可以享受到早期的这个行业红利的。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说过，可能有些朋友觉得，那我们现在很卷啊，做测试王或者说做交互很卷，其实这些卷它都只是相对的。我们放到宏观来说的话，大部分人你跟他说 Web3， 跟他说这个链那一条链做什么，他们都一头雾水，根本搞不懂。你别说这些链的交互了，就说你要他去交易所买个币的话，他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定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获得的信息差的一个红利。有一些留言爆出，推特在马斯克收购之后呢，会要推出一个结合狗狗币的支付体系。那狗狗币呢，也是应声的大涨啊。我不是要大家去买狗狗币啊，因为我认为除了在二级市场去买大狗、二狗这种直接、简单、粗暴的投资方式，还有更好的中长期投资的方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将介绍4个或将因马斯克和推特 Web3 化而出圈并爆发的 Web3 板块和赛道。第一个我认为非常值得大家提前埋伏和参与的赛道呢，就是 Web3 邮箱。当圈外的人们通过马斯克的影响力以及推特 Web3 化的传播效应， Web3 开始有所了解之后呢，对于隐私和通讯将会是他们入圈的首步一个需求和改变。那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Skiff 还有 Mail。 另外再说一个点啊，就是前段时间空投的 Aptos， 它其实也是通过一个邮箱来判断或者决定是否能够获取空投的，所以我觉得邮箱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参与标的。那尤其是 Skiff 是由红杉资本领投，融资1500万美元。之前呢，我也是出过一期视频跟大家介绍过 Skiff，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。和 Skiff 类似的 Mail， 我也是出过一期视频向大家介绍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 PFP NFT， 也就是头像类 NFT。就推特它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6边形 NFT 的功能，那用户呢可以通过加入推特 Blue， 也就是推特会员，就可以有一个使用自己 NFT 作为6边形头像的功能。那我个人认为，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呢，这一功能或将进一步放大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稍微有一点点帮助的话，请大家对我的创作点一个赞，同时点击关注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最快速获取Web3前沿信息。那第3个呢，我们有了独一无二的头像类 NFT 作为 Web3 应用的头像，怎么能够缺少个性化的 Web3 域名呢？那这个地方呢，也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标的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其实很多圈外的朋友，可能他们知道 NFT， 他们可能都不太知道什么是 ENS， 什么是 Web3 域名，什么是 Web3 DID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域名这一块对于我们圈内的人来说 ，NFT 和这些域名都是很稀松常见的。但是如果说随着推特的 Web3 化，
然后加上马斯克的全球影响力，很多圈外的人他们都会加入到 Web3 的推进。那他们其实对于 NFT 以及 Web3 域名的需求呢是很大的，所以我们如果在早期进行布局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红利，就是我们可以参与一些不错的头像类 NFT 的投资，或者说略有实力的朋友呢，就可以去收集一些 NFT 的蓝筹。其实对于域名来说，我们参与的话门槛是更低的，而且它的回报比也很大。比如说 ENS 早期就几百刀，可是现在大家看一下那些数字的3D 4D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收益是多少倍。那除了 ENS 呢，我个人认为 Dobbit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在跨链域名方面，我认为 Dobbit 是非常值得期待且很有发展前景的。Dobbit 域名呢，我之前也是做过一期视频介绍的，大家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进行一个查看。那最后一类呢，目前是处在一个最早期的平台，类推特的 Web3 社交平台，比如前推特 CEO 做的这个 Blue Sky， 被列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版本的推特。那目前呢，大家也是可以到它的官方推特找到这一篇推文底下，然后去填写一个 wait list， 它好像马上就要开始公测了，然后这个或许会有一些的早期参与的机会吧，大家可以去填一下。然后除了这个 Blue Sky， 还有 Zilli， 这个是佩克松大会冠军的社交类项目，这个也是在之前出过一期视频跟大家介绍怎么样进行一个参与的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。像 Blue Sky 和 Zilli 这种类似的平台呢，它就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打磨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在一个更早期，那对于我们来说，参与的难易程度或许更低，然后回报或许会更大。那这个就是我总结的关于马斯克收购推特Web3化后，对于我们的一些早期参与机会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有哪一些赛道可以进行布局和埋伏的一个判断。这也只是我的相对片面的一个理解啊，可能还有更多的更深远的影响，我来不及在一期视频里面进行一个说明。如果大家对于马斯克收购推特有更多的见解的话，也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。那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点赞订阅，拜拜，明天见。